庄老板，咱们的货物已经顺利运达，为何您却心事重重的？哎，陈兄弟，你知道我为何将其他人支开，只带你一人来此处吗？因为我想带你去见一个人。哦，是谁？此人乃大钟仔身边的红人，说话很有分量，日后你难免要与他打交道。庄老板，我们不是帮官府做事吗？为何要和大冢仔的人打交道？很快你就明白了。陈兄弟，我是看在你曾救我一命的份上，才如此信任你，也想重用你。咱们以后有钱一起挣。多谢钟老板抬举。走吧，请。哎，钟老板，哎呀，我这伤口又流血了。如此狼狈，见他也不妥，你还是赶紧找个大夫包扎一下吧。是，去吧。赵先生，买卖已经办妥了，钱很快便能送到您府上。钟老板，我有那么可怕吗？我又不会吃了你。不是，小的身体不好。你知道的，我也是奉命行事。只有如此，才能保证你们对大冢仔的忠心啊！是。钟老板，钟老板，钟老板，我再敬您。多谢您对我的信任。你说，咱们这样的出生入死容易吗？赚的都是血汗钱。他宇文护倒好，逼着我们替他卖命，自己却坐享其成，贪得无厌。是啊，钟老板，这为何要给宇文护送钱？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买卖？你还是不知道江湖险恶呀。他宇文护上下勾结，中饱私囊，逼我们给他铸劣钱。那真金白银是大把大把的进了他的口袋啊。钟老板，这可是要杀头的罪呀！你怎么敢帮他做？你以为我想啊？那姓赵的给我们下蛊，还拿我一家老小的性命相威胁，我不敢不从啊！徐大哥，这是独孤公子的飞鸽传书。你即刻赶往百草谷找方裘大师，请他尽快赶往齐州，与独孤公子会好。是，徐大哥。徐大哥，徐大哥，找我们来有何事？快请坐。经我们调查发现，各州郡官员大多资产丰厚，偷建私库者有之，广置地产者有之，奢靡无度、斗富成风的也不少。我们现在已经增派人手，加快调查，绝不放过任何一个贪官。这样的世道，这些人还如此贪婪，真是如嗜血的恶鬼。徐大哥，我们一定要追查到底，不论多难，都要让这些贪腐之人受到惩处，
让百姓脱离困苦和欺压。正因世道太乱，这些人才会及时行乐，肆无忌惮的敛财。人的欲望是无穷的，没有制约又谈何底线？或许是我大周律法太过松弛，才让这些人有机可乘。而且这些官员看似各为其主，但多为宇文护的党羽。若能趁此机会严惩贪官，不仅能打击宇文护一党，更能震慑四方，警戒所有官员。还有，正如伽罗上次所言，官员借大兴土木之时敛财已成常态。我会向天王一一禀报的。看来这次势必会掀起一场大风浪。如此，我跟伽罗便先回去复命了。你在门外等我片刻，我有话跟徐大哥说。好。徐大哥，我想找你借钱。这自然没问题啊。你都不问明细便说没问题，我借的数目可不小。你借多少都无妨，只是你为何借钱？莫非是遇到了什么事？是王后想重启命妇会，教百姓缴械技艺谋生。可天王不愿意支持王后，还出难题说，若我们能自谋销路，便答应我们。徐大哥，你交友甚广，定能帮我们的，对吗？当然。我打算先出一批布销往他国，等事成之后，天王便无话可说了。只是这做布的钱只能找你借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的布品精美绝伦，到时候定会供不应求，必能及时还钱给你。这笔钱不必相还，我相信你的眼光。咱们要么不做，要做咱就做大的，先把染坊开起来。啊，直接开染坊？徐大哥，你做买卖都如此托大吗？我信人，人比钱重要。更何况你不是说要造福大周百姓吗？我徐某人当义不容辞。真是太好了，那伽罗就多谢徐大哥了。我先走了，告辞。应该快了，来不来？对呀，应该快了。对，杨夫人来了。杨夫人来了。杨夫人来了。杨夫人，你给我们讲几句吧。是啊，讲几句吧。诸位，今日我们开这个染坊，是想让大家多一条谋生之路，在这里多劳多得，做得好便有奖赏，而且我们的布料将售给他国贵族，所以希望诸位尽心尽力，做出最精湛的工艺。大家可有信心？有。那开工吧。好，开工，走，开工了。小心！王后伤势如何？幸好救治及时，王后并无性命之忧，只是头部有淤伤，又受了惊吓，所以才昏迷不醒。臣即刻去开药，化除淤血，王后便无大碍了。赶紧去吧。是。天王，都是伽罗之过，是伽罗将王后带出宫，却没有照顾好她。
请天王赐罪。若他不想去，你如何能带走他？这是他自己的选择，怨不得别人。把伽罗扶起来吧。起来吧。谢天王。后宫禁地，宇文公子请止步。你给我让开！我来看望王后，你竟然敢拦我！这，让他进来。是。参见天王。免礼。天王，您可要为王后做主啊！定要将独孤伽罗这个恶妇抓起来问罪。伽罗犯了哪条律法？你凭何抓他？独孤伽罗居心叵测，故意引王后去危险之地，且遭遇不测，这还不是大罪吗？王后受伤是意外，与伽罗有何关系？你在场之人皆可作证。你这是包庇！行了，都给朕住口！王后受伤未醒，如此吵闹，成何体统？请天王恕罪，王后是我父亲的外甥女，臣只想为王后讨个公道，所以一时心急，失仪了。你的心情朕能理解，但此事却与伽罗无关。你先回去吧，朕会好生照顾王后，你无需担心。天王，这是阴谋，王后受伤都是独孤伽罗一手策划的阴谋。表哥，不关伽罗姐姐的事，是我自己不小心，与她无关啊。王后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带你出去的。姐姐，你别这样想，我没事，去那里我很开心。既然连王后都说了，此事与伽罗无关，你也不必多言了，赶紧退下。臣告退。既然受了伤，就安心静养，私自出宫之事可既往不咎，但下不为例。天王，臣妾无碍，求您继续允许我教百姓缴械，我保证不会再发生今日之事，再也不会让天王担心了。你是大冢宰举荐的王后，若你有个三长两短，会牵连诸多。正如你刚才所见，那便立字为证。出宫后，一切后果我自行承担，不管遇到何事，皆与他人无关。等你痊愈后再说吧。天王，姐姐，天王，他心里根本就不关心我的安危，他只怕义父会问罪于他。并非如此，天王外冷内热，京城所至，今时未开，你要有信心。公子，气死了！哎，那个云禅就是个吃里扒外的蠢货，他受了伤，我进宫去给他讨公道，没想到那蠢货居然和独孤伽罗串通一气，白白浪费一个大好机会，真是气死我了！哎呀，公子何必为了这种事生气呢？那独孤伽罗让他多活几日，不要因为他扰了公子的兴致啊！他一再和我晋国公府作对，我就是出不了这口气。现在可好，连云禅都被他给蛊惑了，连我的话他都敢不听了。公子莫气，那皇后心性简单，难免受人摆布啊。棋子就是棋子，不听话，要他有何用？那独孤伽罗有意接近王后，必然有他的目的。公子不妨稍安勿躁，静观其变。不行，我就不信了，我还收拾不了一个女人。公子使不得，大冢宰有令，现在还不到与杨家撕破脸的时候。公子若要动他，必先征得大冢宰的同意才行，以免坏了大冢宰的大计呀。公子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消消气。此次我们在齐州的买卖可是大赚了一笔呀！哦，干得好！公子，赵先生，赵先生，您回来的正好。下官有要事禀报，大冢宰不在长安，下官等人真是势单力薄呀，奏请益州建庙一事已被天王驳回，并且严令禁止大州各州郡大兴土木啊！什么？天王这是要夺权呢？他敢？哦，不，
你现在即刻给大冢宰传信，快去！下官明白。公子，我们得有所防范呢。天王停止一切大兴土木之事，趁我不在，他竟用王权逞能立威，这真是山中无老虎，猴子果真要称大王了。大冢宰，那我们该如何应对？必须速战速决。我们离开长安越久，越容易给他人时间和机会。末将明白。告诉他们，丁金宇文玉一有异常，立即来报。是。与你安插在徐知信身边的细作联络，让他尽快打探出齐军的作战部署，越快越好。是。高大哥，过来。杨坚啊，杨坚，拦截飞鸽传书，贻误军情，那是死罪。这要是被别人发现了，谁都救不了你。高大哥，我截获的并不是传送军情的书信，那是什么？是宇文护与长安党羽联络的私信。私信？这是为何？这段时日，趁宇文护远离长安之际，伽罗跟鲁国公正在调查宇文护及其党羽贪赃枉法的罪证，而我则跟随大军，秘密监视宇文护及其党羽的联络，暗中给伽罗他们报信。你小子瞒得可够严的！我告诉你啊，这等大事，我高炯岂能置身事外？高大哥，哎，杨坚，以后有事一定要来找我，我可以帮忙对付宇文护。怎么说，我也比你更容易接近他，且不易被怀疑。哎呀，真是的。哎，算算他。对呀。诸位，染坊暂时不能继续经营下去了。不能经营？为什么？实在抱歉。姐姐，这件事情怨不得你。王后在这里受伤，染坊要关闭也是没办法的事。你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，你没有对不起我们，是我们应该感谢你。唉，好不容易有个盼头，才这么几天就……是我没有考虑周全，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姐姐，这并非你的错。你跟王后教会了我们这些，让我们有了一技之长。即使你跟王后都不在这里，我们也会坚持下去。为了你们，更为了我们自己。杨夫人和王后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，若是我们就这样半途而废，岂不是枉费了他们的一片苦心？我们有手有脚，只要我们坚持下去，我们可以做得更好，对吗？对，我们是不是？我们行，我们可以的。对，是，我们可以的，我们可以。是啊，杨夫人，是啊，我们都下着做吧。杨夫人，请你不要关闭染坊，让我们坚持下去。
是啊，杨夫人，对啊，杨夫人，杨夫人，别光对人好了，相信我们一定做好的，杨夫人，都做好的。哎，下雨了！大家看呐，老天爷都被我们感动了，我们一定要坚持。对，是啊，是啊，杨夫人，我们能做到的，对，我可以的，一定得坚持。一定行的。大家都是凡尘俗世中的女人，但只要有志气，有骨气，女人同样可以靠自己活得体面有尊严，无需向任何权势低头。我们越是惧怕，反倒被打压得越惨。我们什么都不怕，就无人敢仗势欺人。对，染坊不能关，一定要继续下去。你们做得到吗？能做到，对，有信心吗？有。杨夫人，相信我们，我们能做到的。将军，属下愿意承担传送情报的任务。好啊。还有，齐军驻扎在落雁山之下，他们凭借地形之力，固守不出。想要探得齐军的军情和整个落雁山的全貌，属下认为，登上此地的最高峰鬼崖乃是最快最好的选择。鬼崖？素闻这个鬼崖高耸入云，如同绝境，峰体又细又直，极其不易攀爬。而且这周边还有齐军驻扎，要想越过齐军的营盘爬上去，实属不易，实在太危险了。正因为太危险，所以齐军必定料想不到我军敢轻易攀登鬼崖。属下愿意前往，请将军准许。将军，在这鬼崖之上，视野辽阔，对于全盘探查齐军的部署大有帮助，而且探得的情报也会更加准确。可若是不顺利，岂不打草惊蛇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打仗嘛，本来就是险中求胜。哼，说大话谁不会？反正无人上去过，谁知道鬼崖上是何情况？据我所知，我军从前与齐军交手之时，曾有斥候攀上过鬼崖。既然前人可以做到，我相信我们一样可以。好，勇气可嘉，但需确保安全。你们可先从别处进行刺探，若实在不行，再上鬼崖。是。哎呀，哎，兄弟们，从这儿上去吧。这种天气，爬这样陡峭的悬崖，太过危险了。难道为了任务，就要置兄弟们的生死于不顾吗？对呀，既然参军，哪个任务不危险？我们既然身为斥候，便要职责在身，应以大局为重，怎能贪生怕死呢？况且我们好不容易突破了齐军的营盘，来到这里，轻言放弃，岂不太可惜了？也不急在这一时啊！我看，不如等明日雨停了，我们再来。那你们是否知道，正是因为有这雨做掩护，敌人才不易发觉我们的行踪，必须立刻上去。此刻是最好的时机。你们若不愿上，好，我一个人上，你们留在此处等我。
小心！小心！他这是不要命了吧？啊！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啊？他说：“大嫂，你先回房，我在厨房啊，给你熬姜汤。哎，小心啊！”大郎，你一定要平安归来，我会在家等着你。老天爷，一定要保佑伽罗和孩子平安，也要保佑我能平安的回去与他们相见。我一定要活着回去见你们。大嫂，贾洛，你没事吧？大嫂，你可吓死阿爽了，你没事吧？阿爽，我没事。大嫂，你是不是又做噩梦了？父亲，我梦见大郎了，可有大郎的消息吗？没有。不过此时没有消息，也算是好消息了吧？贾洛。这只是个梦罢了，别想太多啊。伽罗，为了大郎，你也该好好保重，特别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。幸亏这次没出什么差池啊，万一有个闪失，你让为父如何向大郎交代呢？朝堂的事，既非你能力所及，你就在家安心养胎，如何呀？是。让父亲担心了，伽罗，我知道你一向生性倔强，自有主见。若是你心里认准的事情，即便嘴上不说，心里也自会有想法。但是，此事啊，非同小可。你若是再不以身体为重，就莫怪父亲严厉，我可不会再纵容你了。是，伽罗谨遵父亲教诲。让父亲担心了，您放心，就算不为我自己，也要为我肚子里的孩子着想。高将军，我们回来了。落雁山情况如何？这落雁山虽看似险恶，但是其中一侧坡度渐缓，至山脚处已绵延成平原。平原上大小山丘错落有致，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。齐军以此为掩护，驻扎其中。这是我攀上鬼崖后描绘的齐军驻扎的地形图，将军请看。哼，这果然是齐军惯用的布防手法。可是他们早已占了先机，此处易守难攻，一举拿下并非易事。通过齐军此处的造数还有营帐数来推算的话，大军人数至少有5万，与我军实力相当。我怀疑他们之前只是派了部分兵马试探我军的实力。将军，虽然说落雁山的一侧坡度渐缓，但那侧树多，易遭伏击。不过我发现，在山脚下有一处小径，若走此径，危险将大幅降低，只是会耗时更久。好，我明白了。诸位都辛苦了。其实这次只有杨坚一人登上鬼崖，才探到这么多情报。哎，不分彼此。一个人，厉害啊！啊，哎，幸亏你平安归来，否则……哎，你怎么受伤了？哎，没事，小伤而已。那你赶快去包扎一下，我赶紧去向大冢宰报告。好。下去。
大主宰，我们的细作来消息了，还有长安的来信。徐知信只有5000人呢。大总裁，出什么事了吗？长安要变天啊！近日，天王常密见6官府各官员。如今，天王的声威是日渐高涨啊！大总裁，天王威望再高，在您面前也如同蝼蚁，何惧之有啊？蝼蚁尚能撼动长城，更何况在天下人眼里，天王毕竟是天王。大总裁，你有何打算？速战速决，尽快回长安，穿越山脉进攻洛阳，打败齐军后，立刻回朝。是。禀大总宰，高将军有事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大总宰，车后探回来报，在洛阳山附近发现齐军约有5万兵力驻扎，若绕山脚道走，虽然耗时，但我军安全有保障。5万？对。绕山路走？正是。是谁打探回来的消息？是杨坚吧？让他过来。是。大总宰，您是如何知晓的？我军中有何人？难道我会不知？况且，他是隋国公的儿子。哎，无需太麻烦，不知情的误以为我折了手呢。李将军，将军，杨坚，大总宰找你，随我来。肯定是你爬鬼崖探消息有功，大总宰这是要赏你啊！大总宰，人已带到。见过大总宰。起来吧。谢大总宰。在我军中，感觉可有意思？参军出征，保家卫国，乃是每个大周男儿应尽的责任。而我杨坚只是略尽绵力而已。恕杨坚愚钝，若有不妥之处，还请大总宰赐教。倒是会惺惺作态。堂堂隋国公府的大公子，你父亲是柱国大将军，你又怎会甘于做一个小小的斥候？国家征召，人人皆可报名。我初次参军，从小做起，无可厚非。更何况，父亲是父亲，我是我，我只想脚踏实地，凭自己的本事建功立业。不靠父亲庇护，有骨气。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不过或许会死得更快。大总宰，您的意思是？齐军明明只有5000，你却探出5万，直穿山脉，明明可以直捣黄龙，你却说绕道而行安全，延误战机。罪责严重，你是愚蠢呢，还是诚心？事关重大，我怎能置数万将士的性命于不顾？在这里信口雌黄，我确实已经攀上了鬼崖。根据齐军的造数还有营帐数来推算，他们至少有5万人。推算？就凭你
我的消息来源比你可靠。若依你，大军在此耗上3、5个月，也难回长安。到那个时候，长安恐怕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吧。杨坚，我看你真是居心叵测。大战在即，不管大冢宰之前对我有何成见，请以大局为重。属下刚才所说句句属实。众斥候陪我一起查探，他们可以为我作证。我是主帅，就凭你也敢教训我？杨坚，你谎报军情，军法处置。来人，在。拖出去，杖打100。是。等等，大冢宰，杨坚经验尚浅，被齐军所迷惑，军情有误，虽有错，但罪不至杖罚100，这样会出人命的。再说了，现在正值用人之际啊！大冢宰，杨坚是我部下，他若有错，我也难逃其责。若大冢宰要杖罚他，我愿一同领罚。高炯，你父亲与隋国公向来交好，你与杨坚又是这般兄弟情深，有错同当。你们的父亲此刻在长安，定也沆瀣一气，共谋大事吧？大冢宰，我不知道您所指何意。大冢宰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此事与高将军无关。杨坚甘愿受罚。大冢宰，大军出发在即，处罚过重，恐乱军心。若是打出人命来，日后必惹来非议，不如从轻处罚。不知大冢宰意下如何？高炯，你用不着急于揽过。你若是错了，我一样军法处置。但这次犯错的是杨坚，不受罚，难以服众。但念他初犯，姑且从宽。拉出去，杖打20。是。高炯，你也退下吧。记住，管好你的部下。是，大冢宰。徐志信虚张声势，看来是忌惮我们。传令下去，做好准备。大军直穿山脉，乘其不备，出奇制胜。太子的病如何了？回天王，太子所得之病极为罕见，短期内虽不致命，但长久下去会慢慢损耗身体。臣也仅在医书中见过类似病症。既有记载，为何迟迟都治不好？回天王，医书中虽有记载病症，但却无治疗方法。况且只有寥寥数人患此病症，并无治愈先例，是极难医治的一种病啊。那依你之见，此病就无药可治了？臣等近几日已研制出几种药，只是从未试用过。如今太子身体尚弱，怕贸然用药会加重太子病情。臣等想找几位宫女、内侍或是死囚，让他们感染此症，为太子试药。不可，找人试药，虽为救人，稍有不慎也是害人。你们回去另想他法。臣等遵命。
王后。仙儿，别怕，母后在这儿陪你。这金疮药疗效显著，你记得按时上药啊。高将军，我是来给杨坚送药的。多谢严重，无碍，多谢你了，多谢你刚才手下留情了。我现在一边没感觉，另一边却疼得厉害。刚才王贺在，他嘛，我也是无能为力。哎，你呀，也别往心里去。不过，你故意隐瞒身份这事儿，便是你的不对了吧？啊？怎么，你是怕我知道你父亲是柱国大将军，会来巴结你？哎，不是，我并非此意，我是怕军中的兄弟因此事对我另眼相待。这个我懂，我们啊都是自食其力之人，你安心养伤啊，不必觉得被驳了面子。高将军不也说了吗？你只是经验不足，兄弟我能理解。你呀，好生休息啊。告辞。啊，哎，我看这位兄弟啊，也是个有雄心之人。杨坚，和你说点正事。依我看，宇文护此举根本就是故意的。他早知你在军中，就等你犯错好罚你。他明知我在军中，却不动声色，确实不简单。所以你日后在军中，一定要小心行事，断不能再被他抓住把柄，否则他肯定又会借题发挥。啊，好。哎，对了，他刚才意有所指，难道他发觉长安有变，所以急着回去吗？是有这种可能。若真如此，那长安就危险了。我得尽快送消息回去。但宇文护已经盯上你了，若想要传递消息，可得想个好办法。放心吧，高大哥，我自有办法。行，你也别一直站着了，赶紧休息吧。哎，你放心，我并无大碍。还真别说，二弟送我这个药还真管用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好好养伤，否则回去被伽罗看到，那屁股开花的可就是我了。哎呦，知道了。大嫂，你已经做了不少衣裳了，照这样下去，恐怕小娃娃还没出生，衣裳已经比我的都要多了。哎呀，我被父亲禁足在家，也只能靠帮孩子做衣裳打发时间了。大嫂，你向来独来独往，为何如此听话了呀？哦，那若我哪天偷跑出去的话，不许告诉父亲啊？当然不会了，我会跟你一块儿去的，因为我答应了大哥，我要保护你。夫人。哎，鸽子。哦，我当是什么让大嫂如此高兴？原来是大哥的飞鸽传情来了。别捣乱了，快点叠衣裳。这是什么？对照说，我出征期间，若有要事，便会飞鸽传书，未免意外，以情话作为掩饰。只要你对照此书，便能破解其中的含义。即便是被人发现了，别人也只会以为我们是在传情罢了。速战速决。
刚怀孕，可不能受累啊。自从我怀了孕啊，你们事事都不让我做，如今连婴儿都不想让我抱了。那是自然，这可是您与郎主的第一个孩子，可得保护好，不能有一点闪失。来。哎呦，四嫂，哎，四嫂，公主，四嫂，哎，四嫂别动别动，快坐下坐下，万一动了胎气可怎么办啊？哪有那么脆弱啊？真的，我那大嫂啊，整日东奔西跑的，差点就怀了胎，幸亏她底子好才无大碍，否则呀就一尸两命了。这么危险啊？可不是，所以我赶紧来看你，提醒你啊。哎呀，怀孕真是麻烦。郎主，四哥，四哥，何时学会偷听妇人家说话了呀？我哪里有偷听啊？我正要出去。那还真是巧了。禀鲁国公，天王和杨夫人请您进宫一趟，有要事商议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有事先走一步，你们继续吧。四哥，哎，四哥，怎么说走就走了呀？杨夫人，我大嫂不是被禁足在府中，不许外出吗？怎么又进宫去了？宇文护想要速回长安，是否因为收到了什么消息？有可能。不管他是否收到消息，速战速决恐对战事不利啊。我担心的便是这个。那一带地势复杂，齐军又善于伏击，若是一味的想要缩短时间，急于求成，恐怕会遭埋伏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宇文护急于回朝，或许并无其他，只是此人一向疑心重，不想离开长安太久，也许早在出征之前，便有此打算。可现下有些两难，若我们收网太快，怕是宇文护会有所察觉，更加急功冒进，扰乱战局；若是收得太慢，只怕来不及在他赶回长安之前将其党羽一举拿下。若是有漏网之鱼，之后就难办了。那就待前方传报宇文护回朝之际，立即动手，一网打尽。如此一来，既不会扰乱军心，也不会耽误收网的进度。好。天王，天王，何事如此慌张？王后她出事了。什么？天王驾到！免礼。王后病情如何？回天王，王后所得之病与太子相同。什么？王后为何会染上此病？朕不是下令任何人不得进入东宫吗？究竟怎么回事？是臣妾自己故意染病，天王莫要责怪他人。你这是为何？天王仁厚，不忍让无辜之人替太子施药。可若再不找出对症之法，太子恐怕会有性命之忧。臣妾无能，帮不了天王什么，唯有以身试药，来救太子。难道你不知道，你可能会因此丧命？难道你不怕死吗？我怕，但臣妾更不忍心看太子那般难受。臣妾也是太子的母后，这是一个母亲应该做的。还不速去配药？是。治不好王后与太子，朕唯你们是问。是。王后能舍命为太子施药，实在令臣弟佩服。陆国公过奖了。王后心地善良，善有善报。王后和太子定会痊愈的。此举令伽罗甚是感动，用生命付出，相信懂得之人一定会好好珍惜你的。想不到，王后竟不顾性命为太子施药，此等勇气非一般女子可比。只是天王从来都觉得王后是宇文护的人，
一直未将她当妻子看待。王后若非宇文护的外甥女，天王也不会如此待她。其实王后心性善良，却无端卷入这场战争。宇文护千方百计把她送进宫中，当上王后，让她放弃如此精妙的一颗棋子，并非那么容易吧？只能静观其变了。此次攻打齐军，宇文护若急于一时，恐怕会连累我大周将士。高大哥在军中，他作战经验丰富，应该会想办法阻止的。你也不必太忧心了。我们也需趁宇文护回朝前速战速决。此次若不能连根拔除，恐怕会后患无穷。为今之计，就是尽快找到罪证。宇文护此人虽老奸巨猾，不过他还有一个最大的弱点。宇文慧，公子，你都好些日子没来了，我们都想你了。我也想你们呢。公子，之前是府里管得紧吧？如今总算能放松了。我这不是专程来了吗？对不对？来，公子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好啊。出去，走开，快点，快出去，快点！你们是何人？敢闯进本公子的房间？你们是不是不想活了？我来陪公子喝一杯，保证比他们更让你痛快。你们想做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别乱来啊！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来人呐！别嚷嚷，你的手下听不到。好，我不喊。那你可知道，我父亲是大冢宰？住口！听闻你父亲对于如何发财很有见解，我不过是想请教一二。发财？我倒是知道一个生财之道，而且是暴利。正如细作所报，徐知信果然狡诈。幸好我有对策。大冢宰之一时，杨坚不是大言不惭要保家卫国吗？正好成全他。战场凶险，刀剑无眼，他又身先士卒，最后力战而死。隋国公也算是教子有方。那高将军也随他一起。他们不是好兄弟吗？愿意同生共死，旁人也是无奈。另外，从我带来的府兵中，秘密抽调一队人马，大军出发后，紧随前锋营，见机行事。末将遵命，这就去办。其实跟你说了也无妨。众所周知，如今市面上流通着很多劣钱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但这私铸劣钱可是犯法的买卖啊，得有上家和下家，这官商串通，才能暗中发财。那你知道多少？如何交易？这个，哼，关键之处一无所知啊！看来你在晋国公府也是毫无地位嘛。你父亲什么都不让你插手，什么都不告诉你。哎，你究竟是不是大冢宰的正牌公子啊？谁说我不是啊？承袭国公爵位的可是我。你可知魏国公一案吗？那便是我父亲亲手设计而成。哦，这个我倒是很有兴趣。听闻关键证据
是一封密函。密函。对了，我曾经看过一封父亲的密函，上面全是佛语，颠三倒四的，哼，我也看不懂。写了什么？似是七宝、迦兰陀，还有什么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。对，头疼，不想了。那你怎么知道是密函？说不定是封普通书信呢。我当然知道了。大冢宰最器重我这个儿子，我怎会不知？我父亲还说，反正你也看不懂，到时候你自然就明白了。哼，真是无趣啊！看来在大冢宰的公子这儿，也没什么新鲜趣闻可听啊。这宇文慧当真是个废物，什么有用的都没吐出来，可惜了杨夫人的妙计。倒也未必。七宝，佛教七宝，金银，难道指的是藏金？有可能。这密函会不会是在说藏金的位置？那迦兰陀和另外一句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也是歪打正着，我们不急于一时，慢慢想，总能解出来的。细作来报，齐军大部分兵马驻守在山脚大路末端，小部分精兵则埋伏于落雁山各处。前锋营绕山沿大路而去，牵制敌方大部军力。待我军主力穿越落雁山之时，便可两军会合，进攻洛阳。此为战胜齐军最快之计。高将军，末将在。前锋营任务颇重，准备好了吗？已准备就绪。好，出发。是。前锋营听令，出发。是。撤。大冢宰神机妙算，我军短期之内便可凯旋。细作的情报很准确，齐军想以5000兵力扰乱我军，简直就是以卵击石。命令大军加速前进，直取洛阳。遵命。怎么了？你不觉得有点不对劲吗？我们这一路走来，似乎太顺利了吧？哎，这条路本来就隐蔽，想必是徐知信将大军安置在山的那边了，不必太紧张。我们还是小心为好。嗯。这。
杨坚口口声声说，徐知信驻扎了5万大军在此，人呢？是我眼花了吗？哼，还是徐知信知道我军前来吓跑了？大冢宰英明啊，一眼便识破，这是齐军的障眼法。大冢宰，我们是否在此稍作歇息？也好，我军今日行路颇多，也需要养精蓄锐，准备进攻洛阳的大仗。传令下去，在此扎营。传大冢宰军令，今日在此扎营。是。传令下去，活捉宇文护者，重重有赏。准备迎战！不好，大军遭埋伏，被包围了。大军有危险，前锋营听令，全速前进。大冢宰，小心！周将军，先保存兵力，看撤退。前锋营撤！大冢宰，这么下去恐怕是撑不住啊！有一队兵马在此抵挡，你速率主力随我撤到山脚。好个宇文护，想跑没那么容易！众将听令，将周军逼近山谷，我要来个瓮中捉鳖，活捉周国大冢宰！
敌军果然有埋伏，正如你第一次上鬼崖所谈，只可惜。高大哥，眼下只能想办法应对，如何才能解大军之围？可是前锋营兵力有限，刚才中伏也损兵不少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有一招以小博大之计。擒贼先擒王，刺杀徐知信。你要潜入齐军大营刺杀徐知信？不行，我绝不答应，太危险了。我一定不会拿自己和兄弟们的性命轻易冒险。况且我背后还有军师之点。这个人在我出发之前，给了我一卷行军手札，虽说是纸上谈兵，但只要运用得当，也能事半功倍。这个人便是伽罗。天王驾到！参见天王！参见天王！免礼，王后不必起身，好好休息。谢天王。太医，参见天王。王后事要多日，病情反复，为何不见好转？回天王，臣等翻遍历代医书，为王后配置了各种药方，只是至今尚未发现对症之药。王后染病之前刚大病初愈，长此下去，朕担心她的身体会撑不住。王后的身体确实是每况愈下，相比太子染病初期要严重了许多。天王，不要过来！天王万万不可！此病虽为接触传染，但为保圣体，还是小心为好。你们都先下去。是。你后悔吗？臣妾不后悔。你贵为王后，不必如此牺牲。臣妾不认为这是牺牲，这是为人妻、为人母应做之事。可我们并非普通的夫妻，朕也未曾善待过你。臣妾知道，天王曾经说过，臣妾既是大冢宰的外甥女，便不会是天王的人。但那又如何？臣妾想对谁好，想为谁付出，全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，与他人无关。即便朕像从前那样对你吗？臣妾只求天王好，别无他求。天王急报！大军被困，高将军率前锋营刺杀齐国徐知信失败，至今下落不明。跟上！高大哥，小心！杨坚，杨坚，快来人！撤！如此不堪一击的残兵败将，还敢刺杀本帅，把他们逼进迷踪林！是。那边，把他扶过去。快！来！杨坚，杨坚，你醒醒！杨坚，杨坚，你要是死了，我怎么向伽罗交代？杨坚，杨坚，你没死啊？啊！高大哥，你在做什么？我以为你死了呢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是他救了我。幸好有他在，否则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跟伽罗交代了。杨坚，
你还别说，你弟弟们给的这几样东西还都能救命。怎么样，能起来吗？啊，来。高大哥啊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刚才被齐军追上，一不留神就跑进了这树林里。哎，你刚刚受伤，还是再歇一会儿。我没事，扶我起来。好。父亲，贾罗，你怎么还没有休息啊？这么晚了，您穿着朝服出门，是去宫中有什么事吗？是否前线出了什么事？有些要事与天王商议，你早些回房休息吧，不要太过操心。啊，是，父亲慢走。走。参见天王。免礼。想必各位已经知道大军被困一事，朕连夜召你们进宫，就是想问问你们，是否有什么办法可解这燃眉之急？臣以为应当立即出兵营救。大冢宰本不善行军打仗，此番被逼入绝境，定会乱了阵脚，难逃齐军围困。若不前去营救，只怕我大周军会全军覆没呀。是啊，天王，大冢宰此次带去的皆是我大周的精锐，一旦全军覆没，对我大周军力必造成重创，只怕会引起邻邦对我大周虎视眈眈呐。你们说的朕都明白，前方将士有难，朕岂能坐视不理？但正如你们所说，我大周精锐皆被宇文护带走，若再次派兵出征，整个长安城就彻底空虚了。或许这前方的情况并没有我们想的这般糟糕。你们认为他们能自救吗？恐怕是不能了。如今连高炯率领的前锋营都被困在了迷踪里，那迷踪里可是比战场更为恐怖之地，一旦误闯，只怕是有去无回。即便是九死一生出来了，兵力定是损折大半。若是再遇齐军的围堵，便如同待宰的羔羊了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王子殿下，我们已攻城数日，却未找到任何突破口，且损兵不少。如今我们的将士皆已筋疲力竭，这样下去，怕是难以支撑啊！王子殿下，王子殿下，大事不好了！宇文护被齐军困住了。什么？宇文护率领大军直闯落雁山，遭到了齐军主力的伏击，而齐国援军正在赶来的路上，要联合晋阳守军，准备反击我们呀！这个宇文护怎么如此不堪一击，无能！王子殿下，为今之计，我们得赶紧撤军啊，否则齐军来了，我们就危险了。来日方长，我们日后再战，保住实力要紧啊！是啊，王子殿下。这往哪儿走啊？不知道是哪儿啊，看不清这。有没有觉得我们在走圈子？都是个地方。是啊，走来走去都是一个样，怎么又转回来了？这是哎呀，坏了！刚刚在逃跑之时掉了司南，这可怎么办？我明白了，这是一片巨大的迷林，说就这样硬走是走不出去的。我不如坐下来想想办法，顺便让大家也休息一下。
只能这样了。大家原地休整。是。小心，都趴下！不要来了，都趴下！大家点火，入火攻，他们怕火。这可怎么办呀？我们死定了！死定了！不要想了，怎么办呢？兄弟们，我被齐军围剿，被徐志信追杀，这样都可以活下来，几只乌鸦算得了什么？狭路相逢勇者胜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都不能坐以待毙。只要心中有信念，就一定可以活下去。大家跟我一起找出路去！对，找出路！走！大师里边请。这位是钟老板，这位就是方球大师啊。您就是方球大师？正是在下。久仰久仰，在下多次派人去请大师，无奈都被您拒之门外啊。没想到今日能在此见到大师。钟老板不必客气，前几次诸事缠身，未能赴约，此次受陈兄弟之托，特地前来为钟老板解蛊。你怎么知道我中了蛊毒？钟老板，您难道忘了吗？那日你我二人喝酒，是你酒后亲口跟我说的，所以我才请大师过来为您解蛊啊。我说的？啊，那事我都是了，麻烦大师白跑一趟。哎，不，陈兄弟，我多次求见大师而不得，不知你们二人相识啊。早知如此，我又何必舍近求远呢？直接找你不就行了吗？啊，我跟大师也是因机缘相识，若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我也不敢去打扰大师。陈兄弟，你有心了。那我们现在便开始吧。哎，那我出去等着。啊，请。钟老板蛊毒已解，还需静养些时日。大师，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，在下都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才是。钟老板不必客气，大师不喜身外之物，倒是对钻研蛊虫更有兴趣，所以您尽可安心。也罢，大恩不言谢，日后若有机会，在下定当报答。那我就告辞了。钟老板，我去送送大师。哎，大师请。多谢方兄特意赶来。大公子不必客气，若有需要尽管开口，我必定相助。我先告辞了，大公子，万事小心呐。方兄慢走，恕不远送。大公子，伽罗，你怎么来了？阿庸，你告诉我前线出了什么事？没出什么事，你不要多想了。不可能，肯定出事了。我已经好几日没有大郎的消息了。每当我问起前方战况时，父亲总是顾左右而言他，
你告诉我，前线究竟出了什么事？确实出了一点小事。小事？怎么可能会是小事？一定是出大事了。你若是不告诉我，我便亲自去找。江罗，江罗，我告诉你，高大哥和杨坚所率领的前锋营被困在迷踪林了，生死不明。那迷踪林一旦误闯，就很难出来。且不说里面有很多致命的毒物，若没有食物，也撑不了多久。随国公，江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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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何？没什么大碍吧？回鲁国公，这位夫人的脉象凌乱参差，料是长久忧心惊惧，又一时急火攻心所致，稍后便会醒来，不必担忧。好，有劳了。告辞。杨夫人如何了？没什么大碍，但是需要静养，不得打扰。杨夫人怀有身孕，在外逗留太久，杨家必定会担心。我一会儿派人送她回去吧。不必。为何啊？她还尚未醒来，怎么送她回府？等她醒来之后，我会好好安排的。那也不行。